棒球比赛上，男孩突然痛苦地捂住胸口，随后便两眼一翻，直接晕倒在地。旁观的父亲吓坏了，疯了一样冲到儿子身边，可无论他怎么喊，男孩还是两眼翻白，浑身抽搐，根本没有反应。夫妻俩急得要死，连忙把儿子抱上车，一脚地板油朝医院赶去。来到医院，男孩被抱进急诊室，医生飞速赶到现场，马上对他进行抢救。看儿子没有危险，父亲这才长舒一口气。可是很快，他刚放下的心就又提了起来，因为主治医生说病情非常严重。父亲越听越害怕，旁边的妻子更是忍不住，直接哭了出来。可是医院领导却懒得照顾他们情绪，一脸不屑的张嘴就要50万元现金，1星期内给钱治病，没钱就自求多福。听到这话，夫妻俩直接崩溃了。可领导却还在不停叨叨，说这病是大病，没钱治不了。与其在这哭哭啼啼，还不如趁早回家想办法。事已至此，父亲只能先到保险局想领一份失业保障金。然而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被公司老板摆了一道。他交的15年社保，最后只能拿到5000块钱，这点钱连儿子的床位费也交不起。拿不到钱，父亲只能来找朋友帮忙，把能卖的家当全都卖掉，就连他最喜欢的结婚钻戒也只能忍痛摘下来，拿去当铺换钱。可是尽管如此，换来的钱却连2万块都凑不齐。父亲实在没有办法，只能听从朋友建议，找到电视台主持人，希望主持人能帮他说说话，向社会求助，筹集捐款。主持人认真地听着父亲的请求，脸上很是同情。看他嘘寒问暖的样子，父亲觉得儿子有救了。然而主持人接下来的话却让他的心情再次跌落到谷底。 I think what's happening to your son is outrageous and I want to help him. But I gotta run this by my producers. I got bosses like everybody else. 听到这话，父亲心寒的想哭，但他只能强行忍住，还要面带微笑的和明星握手告别。作为穷人，他连发火的资格都没有。外人靠不住，父亲只能回家继续想办法。这时妻子打来电话，痛苦地说医院认定他们交不起手术费，要让儿子明天强制出院。父亲努力保持镇定，先在电话里安慰妻子，紧接着又急忙跑到医院。可刚看到儿子的状态，他的心就凉了一半。仪器显示，儿子的心跳越来越弱，如果再不接受治疗，就没几天可活了。父亲走投无路，儿子的病情让他心急如焚，于是他怒气冲冲地跑来质问医生，为什么自己已经交了钱，还要被医院赶走。不料医生才不在乎他刚交的住院费，反而调侃地说，既然没钱做手术，还不如早点回家，多享2天福。父亲有些生气，但还是很卑微地恳求医生说，只要治好儿子的病，钱他肯定会慢慢补上，1分也不会少。然而医生的话却越来越难听，让他治不起病就回家等死。听到这儿，父亲终于还是绷不住了，他用左手摁住医生脖子往大厅里推，紧接着又掏出手枪顶在了医生胸口上。没等医生反应过来，父亲便把他押进了急诊室。众人看到他拿着枪都吓坏了。父亲没有在意大家恐惧的眼神，先用铁链锁住医院所有出口，接着他走回大厅对患者说，医院换新老板了，现在看病免费。父亲命令医生治好外面排队的病人，1分钱也不许收。他还特别关照孕妇，指挥孕妇直接插队。等安排妥当，父亲向大家解释起自己的情况，随后又挨个了解大家来医院的原因。一圈接触下来，大家不再觉得父亲可怕，反而感到很亲切。然而医院里虽然其乐融融，可外面却早就炸开了锅。父亲走到门口一看，发现数不清的警车已经把医院围得水泄不通。他连忙回到大厅，接过保安手里的对讲机，要和警察谈谈条件。警长承诺会找到医院领导，免费帮父亲的儿子治疗，并且还会开设专线电话，让他和儿子保持联系。听到警长这么有诚意的回答，父亲的心情总算放松下来。他答应警长先放一部分人出去，在大厅里扫过一遍后，父亲决定让2个带孩子的病人先离开。2位病人十分感激，他们走出医院，面对围观群众的提问，不停地在帮父亲说好话。警长很守信用，30分钟后，专线电话打了进来。妻子喜极而泣，高兴地告诉父亲，医院领导刚才找到他，同意免费手术治疗，儿子真的有救了。父亲听到消息，先是愣在原地2秒，随后开心地笑出声来。然而事情哪有这么简单？医院外面，警长忙得焦头烂额，希望整件事可以和平收场。不料看他犹犹豫豫的样子，旁边的领导却绷不住了，他把警长一顿臭骂，不相信有人会因为没钱看病就跑来打劫医院。领导决定亲自指挥，派人潜入医院干掉危险分子。医院里，父亲正在和儿子说话，期待着病好之后的幸福生活。可他丝毫没有察觉到，身后的天花板上突然探出半个身子，拿着枪瞄准了父亲。